那你有信用卡，大都是就是它没有这个。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金色的512的有现货吗？有，让拿一个。612金色的吧？对，是11000多是吧？对，裸机是11700。啊，11700。现在它还是没有那个充电器跟线耳机那些是吧？有线，没有耳机，没有充电头。没有充电头，有线。对，是 Type C 的。你要是用老的手机，这一套也行。这边没见，那边是 Type C。对，那边那等于可以用 iPad 以前那 iPad 那个头去充。可以，可以。就近2年买的 iPad Type C 的头。哦，行。不错，人性化，还给个线，我以为连线都没有。那个线头那头呢？头我用 iPad 就行。那要不然就买啊。之后如果要需要的话再说吧。一会儿在这激活导东西吗？不用，自己不也可以激活？从那个软件儿，从那个。只要你会就行，这交流不靠不会。哦，不用，没事，我回去记一下。等一小会儿不往你送了。发票开个人开公司？开公司吧。股票、专票。因为我在这儿给你开，只能开股票，专票的话得跟你们转账。应该不是专票，我们那属于个人企业，不是有限公司的那种，就等于开一个发票电子的。啊，看到看到。这个是收据，发票查邮箱就行了。行，好的。然后注意镜头和镜头这个角啊。对。一般开机没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14天之内有问题能退也能换，超过14天就是质量报销，但是摔的进水这种。啊，对对对，这个我知道，一般不会。还拆吗？拆了也就是看看外观。那行，那都行，拆吧。里边的问题你得拿回去用，你才翻下来。对，你光拆不没用。我觉得买现机的那种感受跟那个寄过去是不一样的。这拆也是在家里再弄。行，可以。所以再激活，在那个啥设置上。对，行，好的，谢谢啊。没事。好的。慢点啊。好，拜拜。它这个壳可以吸附苹果的充电电池。咱们家有那个吸附电池。吸附电池得买，你自己看价钱你就知道了。反正就是没有太贵，只有更贵，你知道吧？这个是壳。你看这个膜啊，328，一个壳479啊。
家好，我终于买到了 iPhone 14 Pro Max， 然后让我等了很久的手机。已经失去了一些很新鲜的感觉，但是从使用感跟实用来说，我还是要买的。首先要说一下为什么要买这个机器，那是因为我之前的手机是 iPhone 11，它已经型号有一点不是很新了嘛，然后从像素和防抖上，在拍摄的时候，如果我去做一个 Vlog 或者是怎么样，它可能都达不到现在苹果手机的这种质感跟一些东西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 iPhone 11的内存也没有这么大。那我之前刚开始出这个14 Pro Max 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想买一个 T 的，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就是省下这2000多块钱可以买硬盘，然后把我的手机导过去，我觉得买个512他们都说就应该够了，所以我就决定的还是没有买一个 T， 而是买的是512。我个人感觉来讲啊，我觉得苹果呢，其实它不用特别的去强调它的外观，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其他装饰性啊，或者是软件那种装饰性的一种东西。就是苹果本身它就是商务机，最重要的还是用它的 App 和它的稳定性吧，就是这2点应该是最重要的，对于我来说。所以我一直都在用苹果，我就是偶尔也会拍一些 Vlog 嘛，那大部分时间都是其实用手机的。如果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然后你正好拿着手机，对吧，你就可以把它转过来，然后你把它摁到视频键，你就可以去很快的拍摄你想要的素材，或者是短的一些视频内容，然后记录你的生活。这个是其他比如说单反啊，或者是其他固定的那种机位相机所满足不了的。所以说苹果恰恰在这方面，在像素问题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夜间拍摄呀，各个方面它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啊。这个是一个值得去买的地方，但是它不能说完全的去代表一个拍 Vlog 或者是长视频的这么一个机器。从方便便捷来讲，对吧，你可能带着一个手机就可以出门拍照啊、视频啊，然后讯息啊都可以满足的这么一个就是智能手机，就算是比较完美。就是我用苹果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其他特别多的花边的东西。其次就是我的这个使用感，我这2天就是打开机器也会就是测试一下它的一些功能啊，包括去把我以前 iPhone 11的这个文件导过去啊，是吧？这个功能也非常的方便，我不用从下载然后再从删掉的这种折腾。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这回 iPhone 14 Pro Max 它的摄像头啊，真的就有点像，你从这样看啊，真的就跟那个煤气灶一样的那种啊，又大然后又笨啊。咱先不说它那个像素各方面，那肯定啊，对吧，这2个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它就应该是像素好，然后照相功能就更优秀，这是应该的啊。但是从这个手感方面呢，我个人觉得这个14 Pro Max 它有一点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它摄像头这个地方比较沉嘛，用过的小伙伴都知道它是一层夹着一层的往上摞，所以说最上面的那个镜片呢，就是在我买的时候，它那个 iPhone 的那个工作人员也说，千万不要把这个地方如果要是磕坏了，就是好像是换要5000多吧，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而且它周围的这个色角也要注意。那么这就要说一下了，其实从外观来讲，我个人比较喜欢 iPhone 11，无论是从它的后边的这个颜色，还是说从它这个旁边的这个弧度的这个感觉。我们从尺寸来说， iPhone 11的尺寸跟大小握出来的这个手感会更合适一点啊，可能男生对于 Pro Max 还 OK， 我个人觉得这个尺寸是最完美的。然后就是它的这个两边的设计，
苹果也有在以前的手机改过这种方形的这种。那在你比如说它往下摔的那种情况下，圆的这个弧度要比这种方的这种感觉的要更经摔，因为它就是不会影响到周围旁边两边的这个屏幕跟后边，如果你摔下去可能这儿更高一点，对吧？然后再从这个握感来讲，可能也比较圆润的感觉吧。但是14 Pro Max 它首先就是大，其次它就是这个握感还 OK。这么大的手机就感觉就是你晚上如果就是这样看手机就很容易被砸脸，你知道吧？我都被砸了好几次了。然后呢，它如果要是摔下去的话，这个边缘就非常容易的 game over， 因为它这个两边是很有棱角的嘛。但是其实也还好，总体来说也还是可以的。那再说一下它后边的这个11的话，从后边的这个颜色来看，还是很经典的这个白和这个玻璃的镜面，我比较喜欢的这个设计感，因为它非常非常像MacBook 以前的那个小白，苹果的这个经典颜色。我个人觉得苹果就应该是白色、黑色还有银色，就不用特别多的颜色。就是当你可能上市一个很多新鲜颜色的这种机器的背景来讲的话呢，第一你肯定会套这个壳，这个壳套上去就跟没有这个背景颜色就是没有意义了。那你也可以用裸机或者是用透明的，透明壳会变黄，对吧？然后裸机的话呢，就是可能更新换代了，已经旧了或者是说不怕摔的吧，就没有强迫症的，手机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无所谓，对吧？或者是比较有钱也不怕碎的那种，有保险的，对吧？就是总而言之，大部分人他肯定还是会套壳，所以说它的这个后面的背景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意义，这是第一。第二是我觉得这种磨砂的不是说它不好看，可能还没有特别适应的感觉，但是就 iPhone 14 Pro Max 就是这回的颜色来讲呢，很多人第一眼都喜欢紫色，但是我个人觉得紫色它是一个中性色嘛，对吧？就是它肯定是不经看的，因为它既没有黑色的深邃，又没有这个浅色系的这么亮丽干净。它紫色呢就是奇怪的一个颜色，看时间长了你乍一看感觉很好看，再加上它是磨砂质感，这4个颜色的话呢就是金、紫、白、黑。其实我比较喜欢黑色的磨砂，黑色磨砂要比黑色的镜面的会感觉更好一点，因为镜面它会有这个指纹嘛，黑色会比较明显的那种，你看就这个你摸到的地方会脏，但是磨砂可能就会好一点。白色呢就有点太白了，就是太死白了，然后紫色呢有点奇怪，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金色。这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没有这么觉得好看，但是又在这4款当中觉得还 OK 的一款，反正也要套壳是吧？所以说这就是苹果的颜色，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当然可能对于这个商业或者是购买的人来讲，可能他也有一部分人需要各种颜色吧，因为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才等到，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大小有点变化，就是把它导过去的系统，然后你拿在手机之后再套一个壳子，就跟你之前用的手机真的就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我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用的 APP 的有一些软件，如果你有喜欢用到的可以去尝试一下。那第一个就是这个 app 就是一个搜索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软件，有可能有一些小伙伴说可以在那个一些 QQ 音乐呀、网易云啊也可以去搜歌是吧？但是如果你想听很
现在流行的国外的音乐，或者是说你想查它的歌名专辑，就是比较全一点的。因为中国的那个音乐的那个 app， 它要是如果想去下载吧，或者是想去有这个外国音乐，很多有一些限制，它可能需要买版权呢，可能有的没有搜集到啊，对吧？这个都是有可能的。这个 app 它就基本上是非常全的，因为它是外国的软件嘛，它可能搜的要比中国更全一点。如果有的时候你听到这个歌，你觉得还比较好听，你又搜不着的话，一般我都是用这个搜。第二个呢，就是一个 radio， 就是这个 radio。这个是我已经下好的有一些东西，它是一个也是外国的一个软件，中国、日本、韩国就是没有。它是多半是欧洲的一个 radio 的一个频道，应该是实时的，因为我经常会听法国的有一些频道嘛，就是不要把这个法语可能本来学的就不太好，然后忘得一干二净，以后要是去旅游啊或者其他的再回去玩啊什么的，就是不至于忘得特别的夸张吧。它里面有俄罗斯英语，什么葡萄牙、匈牙利什么都有。然后它的有一些功能呢，就是它可以搜很多不同的类别，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古典的、classic 的，或者是一些新闻的、一些流行音乐的、一些什么娱乐的，都可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下一个去听一听，还蛮不错的，我觉得。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一个这个软件，就是这个 Portake 的这个可以拿它去录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效的这种，我买了它的会员。它的会员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是给你多了几个它的那个滤镜，还有它有一个2个机位还是3个机位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你同时可以用蓝牙，比如说你的手机有2部，或者是有其他蓝牙的一些拍摄的东西，你可以去连。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之前拍过一段视频，就是尝试我用我的苹果同样蓝牙到我的 iPad， 然后呢装2个一样的这个 Pocket 这个软件嘛，然后我去连它的2个机位，在2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拍一个什么做饭啊什么东西，那它会非常非常的热，而且你就是用单个机器去拍，你就这么拍，如果你是 4K 的也会非常的热，就是自己断掉。2个机位那必须是断掉的，就是拍时间很短，然后就因为热而断掉了。所以说呢，可能是因为手机的这个或者是 iPad 这种，它更没有专业单反照相机、摄像机的这种散热呀，就是这种功能更好一点。然后它带起来的这个一些软件可能又比较大，可能驾驭不了这个软件。就是你生产了这个 app 之后，是你手机所承受不了的这个软件，我觉得是。所以我只买了1年嘛，应该是之后就不会再买。但是它其实的这个软件还是真的，里面的有一些滤镜啊，包括有一些功能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希望可能苹果系统也好，或者是它这个 app 的这个公司也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Musicsim 的这个，就是它也应该有很多小伙伴知道，如果你要是喜欢那个艺术的话，世界上的中外都有，然后就是每一个月的展览都会有说，然后你如果去旅行或者是去想看展，周围城市啊或者自己的城市啊想去看展的话，你可以去快速的搜一下它，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些信息吧，还蛮不错的。然后你还可以就是里面还有一些你看完的还可以有一些反馈，如果你没有机会去看这个展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别人看过的一些反馈贴的图啊，然后他评价的这回展览怎么样啊，反正就是跟一个艺术有关的吧，展览有关的一个 app 也是很不错的啊。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感谢你的收看，拜拜。